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0号，周末的行情，比特币跟狗狗币还是很无聊啊。那昨天的低点压回，它也没有再来到这一个箱型突破的上沿附近。不然今天视频来跟朋友们聊一下，就前面这一天高位的时候，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位置？你如果是短线的朋友，不要再去追了，甚至可以做一个高抛的动作，再看有没有压回的低点。除了那一个不连线的上轨，还有哪一些支持点？值得我们去探讨的，以及比特币现在的整个日线，昨天也是有聊到那一个不连线的上轨。那如果再配合其他的指标，其实短期的比特币这2天在突破17000的时候也是有一点高位，包括4个小时级别的整理形态，如果再配合上一次比特币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，当时也是一个整理形态，挖了一个坑。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技术指标，它为什么有这种挖坑的需求？那这一次整理到位以后，比如说像这一个形态，现在又是一个形态，有没有可能再挖一个坑，然后又再上去啊？等下也来跟大家聊，以及它短期的支撑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判断？16800美金，包括5MA 向上的情况下，它现在是被动来跌破，我们要怎么来观察？复盘之前。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边 OK 返用20%，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， 可以不用认证啊。其实视频简单一点嘛，因为我感觉现在的行情周六周日基本上你要减少操作，你如果喜欢压回的话，狗狗币它也不一定会压回到这一个箱型的低点。那短线的如果可能等到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低点，现在感觉是又涨了2%，但是我感觉这种操作性。不用一直守在电脑前啊，或者是你就观察它真的下一次像这种整理到位以后，有没有可能再挖一个坑，来到这个下沿附近，就类似上一次的这个位置的买点。当然，这个高位的卖点，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主要就是一般行情20%的时间，它会出这一个轨道啊。就是说，如果是在轨道外波动的时间，在历史上有统计过，其他的一些市场基本上是只占20%。那如果是在一个上升趋势的情况下，你尽量就观察上轨突破的时候，一般很难是一直稳在这个上轨，除非整个大盘整个趋势大牛市存在的情况下，有可能就是说会一直在这个上轨上方波动，甚至是。有可能都不管上轨，它会一直就类似这种，或者是有消息配合的时候，那这是一点。所以短期目前过了这一个箱型的话，上面的这个箱型0.11的上方，这个区间也是有压力，有可能在这个区间下方，就说目前的这个区间先稳个一段时间。那如果我们画一个空间等幅的比例，有一个知识就是一般箱体过箱体的时候，它会翻一个箱体啊。而且这个高点，你如果从这个箱体翻上去的时候，这个高点就是非常接近这个箱体再翻一个箱体的一个理论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不适宜追加，而且上面又是有一个0.11的一个压力区，所以这个位置除了那个布林线的过的时候不能追，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箱体再过一个箱体的时候，它一般接近理论的这一个箱体空间的等级。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压力，所以现在的一个想法还是一样，就尽量观察一下有没有震荡整理啊。那比特币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昨天聊到的它这一个位置布林线上轨也是有一点压力啊。现在是在走平的情况，你如果再配合一个技术指标，以前有跟大家讲过，你看它 KDJ 指标的这一值，一般接近100的时候都是一个极限啊，所以这一次就这一根啊。这根上涨到高点的时候，再有高点的，它其实也是接近极限，因为前面的一些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一个接近100的时候，就在这一根啊，这一根是不是也是极限？就是这一个位置啊，所以它一般短线有可能会整理，甚至有可能还会有高点，高点的位置就怕4个小时里面有背离，你尽量再观察，像它还有没有这种整理的低点，或者是类似这一根也是一样，可以观察一下。这个位置也是接近100的位置，就是一个极限高位，而且它如果是在轨道外面，那你在这种位置看个人短线，你要做空也是可以啊，或者是我们再观察一下一些高点的位置，比如说，不过像这种不是每次都100%准确哦，那这个高位是不是也是一样？
它这个 J 值是接近100，而且它的价格是在布林线的轨道外，那有可能像这种位置，所以现在前面几天的这一个布林线上轨短期有压回，但是压回的幅度没有像之前的这些位置深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整个比特币的均线图，我一直在跟大家讲，就是因为它短线已经有一个趋势了，5MA、10MA、20MA 是全部走成一个多方排列的结构，就是说明20MA 只要在最下方，它压回来前面20天买入成本的这些买盘，它会支撑；没有买的话，压回来他们有可能会想着再买。但是上去的话，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方有一条60MA 的压力，甚至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，就是这个18000的压力位是我最看重的，所以它如果要直接上去的情况下，上面其实前面这些有买的一些筹码，它上去也会有卖盘的压力，他是觉得啊，短线或者是这一个中段被套的话，有可能上去，我是不是要解套来买？所以在这个位置主力也并不蠢啊，它上去的话，有些卖盘的筹码有可能会想着买，但是我昨天有跟大家讲，如果上去的话，之前有抄底的一些筹码，不要选择买，因为现在的空间确实跟历史的高点，我是觉得空间是相对比较适合，有可能上去的话有解套也不一定要买啊，等未来的牛市的高位再去买。那短线上的一个支撑位，我们要怎么去对待啊？可以观察一下它整个日线，我讲了几天。既然这一根 K 线是很重要的一个主力的表态，你从它的开盘价跟收盘价加起来是16442的开盘价，加这一个17163的收盘价，加起来你再除以2，除完以后你得出的一个值，它的一半位置就是一个支撑位，是在16803。所以这几天的低点其实它踩的位置就这个16803附近啊，它是踩的很稳，基本上没有破这个16803，而且这个16803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就是在这根 K 线的高点附近，16803我画一下，大约就在这个位置嘛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就是整个 N 型的突破压回，它其实还算是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区间，而且是在周末没量的情况下，市场没多少人参与的情况下，一直稳在这一个一半的上方，所以这个 N 型的突破，这个高点也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哦。那至于它整理有没有可能，就是说这样子来破，也是不排除有可能，因为现在的一个条件是怎样啊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技术形态，其实观察的很明显。我之前在这个区间的时候有跟大家聊到一个观点，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啊？就是当时在这个区间的时候，我们把一些均线给它关掉，比如说全部关掉吧。当时在这个区间的时候，有跟大家讲，这边是一个区间，那前面也有一个区间，也是挖坑下去。那这个区间我没想到它就是会再挖一个坑，等于是双坑的结构。当时在这个区间的时候，一直在判断$16,300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。当然，你最后的防守你是在16000哦。那我们看一下当时这边的一个结构，就是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，它不适宜马上过高，因为过高的时候这个指标会背离啊。所以当时这个指标在高位的时候，它来到这个高点高位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不适宜过高，过高的话就怕背离。那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也是一样？这一波我这2天一直在跟大家，有可能它会在这边稳出一个区间，它这几天的高点并不想过前面的这个高点，过的话就怕这个指标背离啊。所以这一次有可能是提前在修正比特币整个4个小时里面的，就类似这个位置没有过高点，它其实没有形成一个背离，先提前来修正指标，修正到低档。那后续的话有没有可能，比如说这个区间，我们画标准一点，就这个区间它后面不是有挖了一个坑，最终上去，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又类似这种的一个手法，又是一个区间？下一周有没有哪一些重要事件？其实我看了很多新闻，并没有啊。重要的事件还是在12月15号，下周在下周的星期四凌晨3点的时候，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到时候要公布，而且美联储鲍威尔主席到时候也要发布新闻发布会啊，所以有可能
这个位置目前在整理，或者是上方的18000迟迟不肯突破，有没有可能也是利用时间在这边震荡？当然也不排除类似这个位置整理完以后，它挖了一个坑，会不会再挖一个坑？然后有没有可能上去？也是不排除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